奴婢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皇上，阿若该如何处置？臣妾实在踌躇，所以过来问皇上。受了伤啊？奴婢多谢皇上关怀，慎行思考问，奴婢是吃了些苦。听说你一直没有反口啊？皇上，贤贵人处心积虑害人，奴婢断不能因为受拷问就随意改口说贤贵人无罪呀。前些日子朕顾不得你，所以未曾问你。你得罪了贤贵人，无处容身，可打算要出宫？奴婢无论生死，都是紫禁城的奴才，奴婢愿一生一世伺候皇上。这次的事情你也有身不由己之处，看在你为皇嗣抱屈的份上，留在朕身边伺候吧。阿若，既然皇上要留你在身边做御前宫女，那你往后便要更加小心，不得再有错失。奴婢多谢皇后娘娘教诲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而且此次的事情，贤贵人是罪魁祸首，阿若只是碍于情义，没能早早站出来罢了。皇上要把她留在身边，将功抵过，臣妾也觉得是应该的。奴婢多谢皇上、皇后娘娘垂爱。玫瑰人，把门打开。延禧宫禁足，您还是不进去为好。禁的是贤贵人的足，又不是我。我为什么不能进去？这是好好守着，没我的吩咐，不许进来。这奴婢已经打听过了，这个时候海贵人不在，他接大阿哥下学了。若不是你害了我的孩儿，皇上怎么会有幸你在此？我必须狠狠打你，才能泄愤。杜甫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都出去！要你们多管闲事！滚！不成，我们看守延禧宫绝不许出了事。玫瑰人若再如此，奴才就要去禀告皇上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能进去！哎呀，你放手！进去！你放手！玫瑰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可使不得！放开我！玫瑰人，放开我！不是我做的，我真的没有做。在书房累不累？累。大阿哥，如今照顾咱们延禧宫的人少了，以后出入我都会带着你的。多谢海娘娘，我想去看母亲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呀，走。大阿哥饿了没啊？待会儿我让小厨房偷偷给你煮面吃啊。母亲，主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是玫瑰人。奴婢当时正在给主煎药，没想到玫瑰人就闯进来了。他拿鞭子抽主，给主抽了一身的伤。
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护住主。这怪不了你，索性。我去告诉皇阿玛。永华，你不能去，你别管这事儿，听母亲的。大哥，听你母亲的话，这事你别管，啊。三宝，奴才在。陪大阿哥下去。这，大阿哥。姐姐，我去请太医。海兰，你不用去，这时候不会有太医来延禧宫的。本宫思来想去，还是想不明白，这皇上好端端的招来一个玉壶干什么？难道还嫌身边伺候的人不够亲近？或许是皇上想继续追查贤贵人的事，想要证明贤贵人的清白。就凭一个嬷嬷，不能吧？皇后娘娘，臣妾听闻玫贵人闯入延禧宫，拿鞭子抽打了贤贵人。若不是当时守门的太监拦着，说不准贤贵人被打成什么样呢。这也不能怪玫贵人，痛失孩子，是何等痛心啊！皇后娘娘坐在长春宫，无人来告知，便是不知道这回事儿。没有的事儿，娘娘如何处置？倒是那几个守门太监多事，有他们在，倒护着贤贵人了。奴才多事就应该调走，反正贤贵人幽禁，谅他也出不去。不过，会不会有人去告诉皇上呢？有阿若在呢，谁会去扫皇上的兴？皇上收了阿若，宫中总要添新人的，不是阿若也有旁人。哎呀，没成想啊，还真随了这个阿若的心了。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心，又恨着贤贵人，他又如何会出来作证？宜贵人的孩子本来该本宫抚养，陪着永莲一起长大，谁知道竟这般被贤贵人害没了。娘娘处事公正，保后宫宁和，皇嗣安稳。处置又如何？如今还不是不尴不尬的留着这个毒妇在宫中。皇后娘娘，话说宜贵人已经回了景阳宫了，娘娘可要去看望她？本宫是有这个心，只是怕见了面，彼此都会失落。也是，皇后娘娘慈悲悯下，见了面也只会伤情。要不然，臣妾替皇后娘娘去看望宜贵人。也好，你去好好安慰安慰她。皇后娘娘，二阿哥又发校正了，您快去瞧瞧吧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二阿哥身子也太弱了些，只怕会活不长啊。哎呀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昏昏沉沉这几日可吓坏我们了。嘉贵人，你告诉我，我的孩子真的是贤妃害死的吗？我到现在都回不过神来。她现在已经不是贤妃了，皇上降了她贵人，禁足在延禧宫。至于你的孩子是不是他害死的，那天后来你没见，在长春宫，小鹿子当殿撞死在铜炉上，阿若也差点撞了铜炉，说是要以死还了乌拉那拉今年的恩义，幸好被贵妃拉住了。哎呀，
你的孩子是不是他害死的，我不知道。只是你说，会有人拿自己的命去填埋别人吗？真的是他，是乌拉那拉氏害死了我的孩子。我对他这般信任，他却对我这般虚情假意。真的是我太相信他了。他不虚情假意对你，又怎能引得你入瓮，好对你下手啊？你呀，也太好哄骗了。都是怪我。哎呀，事儿也总归是过去了，别多想了，养好身子要紧。珠儿，该喝药了。这可是红花牛膝汤。是。哎呀，这药的药性太烈了，听说你小产那几日可喝了不少，这可是极伤身子的。可我喝了这么多红花牛膝汤，都没将体内的残余打下来。想必是你的孩子还恋着你不肯走，想留点东西在你腹中。你这样子，恐怕也再难有身孕了吧？珠儿，珠儿，珠儿，你这是遇喜了？近日老是胸闷，吃了东西也总是作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遇喜了。你这是遇喜了。那个时候我也这样。你有孩子了。嗨，就算是遇喜了，也不敢声张啊，生怕像你和玫瑰人一样，被虚情假意的人害了去。玫瑰人今儿还气不过，还跑到延禧宫去打了显贵人。可能又有什么用啊？孩子没了就是没了。是我没保护好自己的儿子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再也不会有孩子。哎呀，我劝你也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呢？这宫里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像块破抹布一样，谁想扔就扔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等我有了孩子，肯定让他好好孝敬你。别哭了啊。珠儿，你劲儿发了，要不咱先回宫吧？啊，也好。你好生养着，来日我再来跟你说话。主玉玺不是不让别人知道吗？怎么先让宜贵人知道了？将死之人也该听听好消息，黄泉路上也能高兴高兴。我说的也是实话，他腹中残余不下，不得不喝红花牛膝汤。只是喝下去能否活命，连许太医也说不准。宜贵人丧子之痛，他如果知道真相，一定会按耐不住的。珠儿，珠儿，我的厉害，咱们先回宫吧。哪儿就那么可怜了？这样的好消息，皇上也该知道了。皇上接连没了2个孩子，如今知道您玉玺，肯定欢喜极了。凭他们谁在我前头玉玺也没用，这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贵子，非得是我的儿子。此言可真？臣妾不敢妄言。臣妾确实是玉玺有越余了，只是最近宫中出了许多事情，臣妾不敢说出来。你也太小心了。来，陪朕聊聊天。皇上，臣妾怕腹中胎儿受迫害，还请皇上许臣妾住在皇上养心殿后的真祥馆，以皇上的正气驱除阴邪，保佑腹中胎儿。这事好办，一切
以腹中的胎儿为重。来，嘉贵人。哎，这个孩子啊，来的真是及时，让朕的心里甚是宽慰。皇上，臣妾玉玺之事本应先告诉皇后娘娘的，可臣妾来时听说二阿哥的校正又发了，皇后娘娘赶着前去照顾，臣妾不敢打扰，所以只好先来告诉皇上了。这永年不是好些了吗？怎么又反复了？听说二阿哥病中还不忘早晚用功，许是累着了吧？这孩子啊，若是无人逼着，便不会这么勤勤。是不是皇后她？皇后娘娘也总是为了二阿哥好的，怕他学业落于人后。皇上，臣妾有孕之事先告知皇上，臣妾怕皇后娘娘怪罪臣妾欺瞒。你放心吧，皇后不是那样的人。这样吧，朕就说你在养心殿中身体不适，把脉之后才知玉玺了。臣妾谢皇上替臣妾周全。可皇上，你也要时时伴着臣妾，这样臣妾才能稍稍安心些。那是自然。主儿，看您保养的真好，这头发呀跟缎子似的。皇上今晚上歇在哪儿了？皇上去看二阿哥了。主儿，嘉贵人遇喜了。嘉贵人？是。这么多年了，她都没有身孕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又怀上了呢？受到恩宠我也不缺呀，可为何旁人一个个都遇喜，我却一点动情都没有呢？不行，不能让他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。你去，把小安子给本宫叫来。主儿，您冷静些。宫中连氏两子，皇上和皇后已经防范了，咱们不能对他动手啊。那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他生下孩子吗？主儿，咱们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能在皇上身边下手啊。再说了，嘉贵人也没惹您怨恨，他若生下皇子，也不会送去给皇后娘娘抚养，威胁到您的地位。最重要的是，嘉贵人和贤贵人毫无关联，不会助长贤贵人的威势啊。是啊。莫西，你说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只要听到谁有喜，我就想去害他。我原来不是这样的。主儿，都是奴婢不好，你要怪就怪奴婢好了。不是，我如今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啊！我不想变成这样，莫西。糊涂！这件事便是贤贵人做的，皇帝都还没处置，你先动起手来了。玫贵人这次真是鲁莽了。既然是人证物证都俱在，皇帝都不立即处置贤贵人，你倒先冲进去乱打一通，你的心胸见识就这么点儿啊？丧子之痛积于心中，臣妾才会一时冲动。你这么莽撞，怪不得人家算计你，你都不知道。罢了，你回去好好思过。是。臣妾告退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太后，奴婢问过太医了，说是玫贵人丧子之后，添了一道下红之症，往后玫贵人再想伺候皇上，怕是没从前那么方便了。
身子是一回事，见识更短浅。福家，你得去亲近哀家的老陈里，选些适龄的官宦女子备着了。是。要不是索性闻声赶来，玫瑰人不会就这样放了我的。延禧宫如今也太不安稳了。我方才进来的时候，还看见门口那2个太监也被他们调走了呢。姐姐，你先歇歇，等下粥熬好了，我来喂你。好。宜贵人，你身体不是还不适吗？怎么过来了呢？我来看看姐姐怎么受伤了。玫瑰人一时糊涂伤了姐姐，宜贵人，你可别糊涂呀。伤得这么重，下手真够狠的。可是下手这么狠，怎么都没杀了你替我的孩子报仇！滚！姐姐小心！小心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什么声音？主是不是有事儿了？是。宜贵人，宜贵人！哎呀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宜贵人，虚情假意！宜贵人，保护我的孩子！不得呀，宜贵人！你打我的枪！打我的枪！不得啊，宜贵人！打我的枪！宜贵人，小心，快点！哎呦，宜贵人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这是，你想想。皇上陪了二阿哥一宿了，赶紧回去歇歇吧，一会儿就该上朝了。永莲一直病着，稀里糊涂还在背书，朕实在是心疼。二阿哥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皇上，海贵人。你怎么来了？禀皇上，宜贵人夜闯延禧宫，意图杀害姐姐，要不是臣妾给拦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她一个病人，怎么闯进去的？先是玫瑰人她打了姐姐，被门口的太监给拦下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那些太监们给调走了，所以当时宜贵人便径直地闯了进来。朕知道了。李煜，你着人严加看守延禧宫，在朕处之前，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，皇上，那宜贵人和玫瑰人，宜贵人和玫瑰人为了孩子伤心过度，也不用太责怪他们。谢皇上。主儿，您昨儿的药喝了，夜里睡得可安稳了，今儿的也该喝了。主儿。皇上，
伤好些了吗？朕赏你的药，可涂了？多谢皇上，奴婢都涂了。难怪古人都说，要让闺中少女来磨墨。红袖添香，自然是一种乐趣。但也唯有你们，才能够用力适度，磨出不涩不枯、带光泽的墨汁来。皇上夸奖了，奴婢不过是为贤妃娘娘。哦，不。是为贤贵人磨墨久了，熟能生巧而已。奴婢失言了。是吗？朕喜欢听你说话，更喜欢你的熟能生巧。奴婢笨笨的，怕说错了话，惹皇上不高兴。怎么会？你说的话，朕都喜欢听。皇上不觉得奴婢是被主弃信之人吗？只要你不忘本心，没有人会觉得你被主弃信。皇上，何事啊？皇上，景阳宫来报，宜贵人产后失调，已经薨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去通知皇后，追封宜贵人为宜嫔，一切的丧仪按嫔位来。这宜嫔娘娘真是可怜，孩子没了，自己也红颜早逝。幸好嘉贵人有了身孕，在真祥馆养得好好的，皇上后嗣有望。你总是惦记着别人，那你自己呢？皇上打趣奴婢呢，奴婢有什么好惦记的？还说你不惦记着，连朕喜欢吃什么，你都记在了心上啊！皇上，朕打算封你为常在，封号为慎。嘉贵人晋为嘉嫔，从今往后，你就住在嘉嫔的启祥宫里。有皇上的眷顾，臣妾也不算是白活了一场。皇上，这宜嫔就这么轰了？她家里的事情可安排好了？回娘娘的话，东西和银子都已经送过去了，娘娘安心便是。好歹也是主仆一场，
他伺候过皇上，也怀过皇嗣。本宫在他身后多照顾一些，也是应当的。臣妾想着，有皇后娘娘顾念，宜嫔若泉下有知，必定心怀感恩。皇后娘娘，嘉贵人玉玺进封嫔也就罢了，可阿若算什么东西？也能封她为圣常在。还不是托他阿玛的福。这贵夺在你阿玛手下做事，阿若在宫中又格外机灵，正扑棱着翅膀在皇上面前飞呢。再怎么会扑棱，也只不过是个常在，臣妾便不信了，他还能飞上天去？翅膀怎么插进去的，臣妾就怎么给他卸下来。妹妹不必做这种无谓的担心，只要贵夺在你阿玛手下做事，你还害怕挟持不了阿若吗？还有，他身边伺候的人，尽可以是你安排的人。娘娘好心思。珠儿，嫔妾常在所处伦氏，给主位嘉嫔娘娘请安。不容易，转眼间就这般金尊玉贵了。嫔妾还不是沾了您的福气，若非当日嫔妾被罚得您相救，哪有今日？日后与娘娘同住启祥宫中，还请娘娘多多照拂。坐吧。你替皇后和贵妃除了贤贵人这个眼中钉，那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我缘分深厚，虽说本宫是这启祥宫的主位，但毕竟都是伺候皇上，以后大家都是姐妹，本宫自然会照拂你的。哪里是嫔妾的本事？谁让那乌拉那拉氏做了恶事，嫔妾才能帮着皇后娘娘正本清源，整肃宫纪。不过慎常在，你也要多为自己留心些，毕竟贤贵人是你的救主，若是哪日又复宠，让你回到他身边，皇上也未必会不答应。谋害皇嗣，乌拉那拉氏翻不了身。是吗？人在闭眼之前，谁知道谁爬不起来呢？皇上可是还念着旧情呢。你有出息了，好容易得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别轻易把它丢了。那是。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嘉嫔娘娘说了什么话，惹您不高兴了？她说的话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去找个脸生的小太监，以御膳房的名义，送一盘糕点给贤贵人。是。宫中有人得宠高兴，便有人失宠伤心。看这一回，玫贵人痛失龙胎，宜嫔母子俱亡，贤贵人也被降位幽禁，而这边慎常在一朝得宠，启祥宫那儿嘉嫔又得龙胎，个中的平衡之道，皇后，你好好掂量。儿臣会向皇上提议，晋玫贵人为梅嫔，以作安慰。好。可贤贵人那儿，皇上还一直未曾发落。他嘛，只配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去冷宫待着，给后宫做一个活生生的警示。皇额娘圣明，只是儿臣担心皇上一时心软，
灰姑娘旧情。皇帝固然是会顾念旧情，可是皇嗣不能白白枉死。这些道理，哀家会去跟皇帝说。你只需好好的安抚好六宫嫔妃便可。儿臣听从皇额娘的教诲，儿臣告退了。福家，昨夜里的那碟子糕点是你亲手结下的？是。蠢货，明目张胆的动起手来了。皇帝，你一直拖着乌拉那拉氏的事不处置，打算拖到什么时候？皇娘，总得再查查。证据不足，人证物证，害人的缘由，哀家瞧着是太足了。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，罪不可恕，理应即刻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终身幽居冷宫。皇娘，这样的处置会不会太过于仓促了？那还要继续查吗？查就只有2个结果。第一个，所有的事都是乌拉那拉氏所做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何该赐死？株连9族也不为过。那第2个结果呢？有人谋害2位皇嗣，更有人栽赃，有人嫁祸，有人费心安排，有人顺水推舟，齐了心要让乌拉那拉氏背着这个黑锅去死。皇娘的意思是，儿子身边的人个个都有嫌疑？不可能，儿子不信。是不可能，还是皇帝你根本不能接受？别说这件事证据确凿，不算冤了乌拉那拉氏，便是真有冤屈，你也只能这么做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服？那好，哀家再给你看样东西。福家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在。皇上，奴婢拦下了一盘有毒的糕点，经查问，是盛常在叫人送去延禧宫给贤贵人的。他这是要赶尽杀绝。也难说。为了怕乌拉那拉氏反扑，自保也是一种说法。无论如何，这糕点都已经送到延禧宫了，就说明有多少人盼着他死。就算你把他留在后宫，又能保全他的性命多久？这么多铁证，如意翻不了身的。让他去冷宫吧。你越查得紧，越逼着人对如意下手。有时候啊，就是需要权宜之计，才能够以待来日。奴才，奴婢自知不活，今日便和小鹿子一样，一头撞死在这里。皇帝，有人拿1条命来告发贤妃谋害皇嗣，而且事涉嫡子，你就真的全然不在意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贤妃她也无从抵赖。臣妾百口莫辩，只要请皇上明察，这一切臣妾都没有做过。
这绝对不可能是姐姐所为。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她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想开些吧。如意能不用被赐死，能不用被抄家灭族，能留着性命，就是万幸了。与你合适的，未必是你所愿的；你必须做的事，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，有它的所得，也总有它的代价。落花醉了梅园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青丝染了双眼，携手共赴尘世万千。心事褪了红叶，眼前相思已凌乱。泪光藏了誓言，相约一生何曾改变？花开生烟花易残，谁在拨琴弦啊？寂寞深处人已散，独自唱离歌啊。暮色迟迟春已晚，人已入梦空嗟叹，任他似水流